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2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进行核实吗？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所以你撤换了他。万海案也有2年了哈，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是院党组开会决定的。党组会是谁主持的？当时是我代理主持。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好，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1筐苹果都扔了？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吗？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郑主任，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的。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周全。只是这些吗？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一些问题。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还有呢？还有呢？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有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
们喝口水吧。有劳了。我们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抄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蓝书记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的？啊，检察机关。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哎，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你们这个材料掌握的很全面啊。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大都西山。哪天买的？就是4月中旬吧，中是15号前后吧。万海案宣判是4月2号。2号，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天龙集团。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的，低了142万。哎，那就这么低了？啊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什么时候让补的？5月底。底是26、7号吧。5月26、7号。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荣。对，我知道。我认识吗？见过2次。哪2次？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他来干啥？送红包。多少钱？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你第2次见陈胜荣是什么时候啊？第2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荣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什么叫正好陈胜荣也在呢？那个餐厅是在天龙集团。你刚才说谁订的？廖韵定的，是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但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程子健去了吗？没去。那都是谁？蓝书记、文琴、孙飞、许延武、谢鸿飞、刘云和我。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是啥关系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他俩工作有交集。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哪部分业务？
是房地产开发啊不，万川矿业是万海的万川矿业，是的。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我听说了，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西山的差价？不，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我就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就是差价的问题？差价的问题。是的。啊，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嘛，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回法。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没准我走了啊。那你见王玉是干什么的？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海案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从私人的角度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你是说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哎，没关系，没关系，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现在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明白你的意思。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姥爷，我3岁了。哦，哈哈哈，太棒了，豆豆，来叫蓝奶奶。蓝奶奶，你好。来，豆豆，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姥爷一会儿就来啊。啊，来，啊，真乖，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启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我确定。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张姐，那我先走。哎。还是老了，你看这个再刚动一会儿就一身汗了。哎呀，比不了你们年轻人了。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惊艳全场啊，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组织上啊一直在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啊，要把机会给更多的年轻干部。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来。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万海案。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呢没有少操心费力，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海案，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蓝书记啊，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赶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了3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负主要责任。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漏，这件事情不能完全宽容。我们的2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建波主席，东平呢，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2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 GDP 大使。那这2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2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负重前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严书记啊？过2天啊，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一定接待好，汇报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到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担任办案人，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喂，张姐。亚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明天？什么事儿啊？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张姐，
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明白了吗？明白。好，明天见。嗯。谁让邵小样诬陷张文静的？兄哥，你听我说，兄哥，我这就出现这，是我让邵小样去诬陷张文静的，我所有的事我全扛了，兄哥，兄哥。江副主席，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一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谢谢，谢谢各位啊。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也不能藏着掖着。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那就好。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我明天回去找张检申请，这个案子我放不下。洪亮，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亚平组长，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但是晚上我要脱制服了。咱这么着，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无论我走到哪儿，啊，无论天涯海角，随叫随到。洪亮，你是副组长。洪亮，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11部的，我呢是1部的。你认真起来的样子，挺像个检察官的，没那么怂。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菊花吧，我要这朗朗乾坤下，世事有王法。
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调查，是误伤，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恭陪徐凯，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我要吃这一口饭，守着一夜光。我要这人间所有的都在齐天下。是回家吧？啊，不是给你的，给你家老头老太太的。哦，能响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我就猜着你怎么也得回来看看爸妈吧。哎，你说，你这刚来的时候，你作为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还能上我们家吃饭，这要走了给你打电话就死活都不接，害得我只能在这儿堵你。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不去，知道为什么吗？怕你尴尬，主打一个懂事儿，看着没？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知道小组要走，知道你心里难受。哎，你不知道吧？这段时间你们在这儿，让我明白好多，让我变得更通透了。特别是你啊，看每次见面都急头白脸，但是你让我更清楚了自己的目标还有理想。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更坚定，所以我得谢谢你，由衷的想谢谢你。来，再喝一个。哎呀，郑主任，我这可是最后一杯啊！慢点喝，慢点喝。王老师，几月份退休啊？10月份，还有几个月了。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你们在什么地方熬灯守夜的办案子，可我呢，在家里边养花遛鸟，一身的清闲。怎么样？羡慕我吧？羡慕。万老师挺对不住的啊，我呢有点多余。我本来想着您进指导小组，就多少能够将功补过，把之前那个处分平一平。没想到白费功夫，真的还挺辛苦的，对不住啊。嗨，郑主任，哎，主任，千万别这么说。这办案子不顺利不是常有的事儿。其实我这次没帮上什么忙，你心里边还有点不好受。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王老师，之前那事儿我也多有得罪，您多担待。说什么呢，小张？这是你们的本职工作，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谢谢王老师，谢谢主任。之前其实就有好多话憋在心里想说，今天我就借着酒劲儿都跟您说了。我打报告向上面申请调到1部去，您看您能收我吗？哎呦，哎，郑主任，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另外，这年轻人对工作有热情，才能把事干好啊。这么执着去你那儿，就把他收了吧。郑主任，我敬你，
这我说的不算。得自己多学习。其实，实习部也挺好。啊？行了行了，不废话啊！来，哎，祝顺利。好。都吃饱了吧？啊，那行，差不多了，就散了吧。好好好，啊，我是得早点回去啊。好，行。小张，你顺路送一下王老师啊。好。哎，领导的，亚萍主任。其实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工作，挺开心的。嗨，问声好啊。哎，那我就先送王老师。我你。王老师慢点。哎。洪亮，咱们都20多年的哥们儿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哥们儿，还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在我心里，我拿你当哥们儿。你不马上要去北京了吗？下个20年什么时候见，还能不能见着，都不知道。估计你也不太想见我。就当是告个别，行吗？我不管你在哪儿啊，反正我就一直在这儿。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姐，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查曹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前两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这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我跟你说说，我不好奇，你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2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好地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祝顺利。跟你说这些也真没用。一路平安。
你什么时候走？我没事儿，还能陪您再待会儿。我说你什么时候辞职？不是要当律师吗？还没想好呢。是得好好想想。这年轻人找工作呀，跟找对象一样，得谨慎。主任，你应该挺讨厌我的吧？看出来了。我讨厌你干什么呀，傻子！你看啊，我没有洪老师那么聪明，王老师的经验跟阅历呢，我也比不了。比如说小张吧，我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他就是目标明确，又有热情。我也跟他差远了。主任，我走到今天，我考了4个证，可是呢，我还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一心想离开这儿。我说了，您别不爱听，我就是不想跟您一样过的拮据。我也想买好看的衣服，我也想用好用的化妆品。你也想赚钱，赚钱没什么不好的。我也想赚钱，谁也不比谁高尚。真的，子妍，日子是自己过的，找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好过下去。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看，你跟我这么久，其实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女孩子，所以不管在哪儿干什么，都能干得漂亮。来，加油，祝顺利。我们律所呀，已经是满额状态了，没有办法再找人了。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5个跟我这么说的了，我就是好奇呀，整个江南市就都我这么一个律师啊？张律师啊，您是著名的律师，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周老师，自从您丈夫出了那件事以后，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的压力很大呀。但是他是他，我是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这道理我完全清楚。可是家长不清楚啊。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1。周老师，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我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作为校长，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了。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谅解。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特别是私立学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帮你推荐。乔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为了她的身心健康，她最好也能换个环境，这样对她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主任，您看，这条就是地铁2号线，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预计明年就能开通。各位领导，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大都西山、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今天看了
果然名不虚传。主任，您真的是过奖，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发展潜力啊，还是挺大的。我有个提议啊，各位领导，要不我们移步前面的茶歇区，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咱们边吃边聊，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这边请，来，这边请，领导请，请。刘纯，据我了解啊，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啊。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那既然陈总也知道，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这是。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那可是高新技术，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大势所趋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所以啊，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陈总，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啊，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您先考虑。对，不着急，这可以慢慢聊。刘主任，我上次听子健爷青说，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不是挺感兴趣的？你们这生意太好了啊，早卖完了呀。确实太好了，但是有这么一栋样板间呢，在打折呢，有时间来看看。445310，到，家属探监。445310，报告。10号窗口。是。爸，给你买了很多东西，给管教了，钱我存够了，缺啥跟我说。爷，把那墨镜摘下来。墨镜才能把话摘了。还行。这眼睛也没戳瞎呀，没破相。你命大，儿子，
对不起你，是我没本事，让你还有你叔吃苦了。嘿，小乖乖，行了行了行了，这，好呢，哎呀，老师。我听说最近你们又杀人了，怎么回事？情况急，来不及了。哎呀，动不动就打打杀杀，那成什么了？那不成黑社会了，是不是？嗯，老师，我给您保证，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乱子。保证？怎么保证啊？嗯？3年前，你们就跟我说要让我放心。小龙啊，你们就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放心呢？想没想过，事情闹大了，盖不住了，该怎么办呢？那小子呢？不敢违背。你敢啊？老师，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但它过去了。我给您发个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行吧？老师，我今儿来呢，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谁找你？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叔叔吧，外边啥情况？哥，外面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王玉要走了，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你进去这2年吧，这矿基本上就停着，没活呢。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这别的都无所谓，都好说。关键是这个银行的信贷经理啊，他1个礼拜他找我8回。说，夸张了，没那么严重啊。外面挺好。你让你叔把话说完。哥，别的我都没事儿，关键是吧，咱从银行借那3个亿那个利息，我这真扛不动了，叔，压力太大了。哥，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爸，那利息有办法，我把车卖了，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咱把矿石卖啥？你让你叔把话说完。说。哥，这么大个事儿吧，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外边都知道，咱也瞒不住。我就寻思这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谁让你说光了？你让我说完干嘛？注意情绪，万海。你让我说完嘛。哥，我寻思着吧，咱与其这么耗着，让银行最后把矿收走法拍，不如咱自己先想点别的办法解围。要不然咱真输得连裤衩子都剩不下了。哥，爸，你听我说，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能把这个矿卖了。这个矿里面有铜业，我们一出手我们就东山再起。爸，
的想法？儿子，当初让你走，你回来干啥？行，我不说这些。你年轻气盛，有冲劲儿，但别学我。来，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外边，你得听你叔的。你给我拿起来。听你爸的，好好听你爸说。这是我亲兄弟，你亲叔叔。人生起伏，平安才是福。当年我跟你叔，那就是挖矿的工人，虽然也吃点苦，但是该有的咱都有过。现在该舍的咱也得舍。什么娱乐城啊、货运站呐，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儿子。你得平平安安的。那矿山，该拍就拍呗。是在银行法拍也好，还是有人买也好，能卖个好价钱更好。咱不给银行添麻烦，也别给政府添麻烦。原来家里条件好，你没吃过什么亏，也没遭过什么罪，我也没怎么管过你。我就寻思着，你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挺好的。当初你叔还劝我让你出国留学，我没同意。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儿。现在呢，是我欠考虑了。咱们万家败了，咱们得输得起。换个地方，换个活法，能走多远走多远。让你叔想想办法，给他弄点钱，不回来了。你记住你爹说的话。我将来出去了，等着你养老送终呢。你记着没有？老师，我呢是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儿他特别靠谱的。您不让我圈地吗？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的。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啊，这叫产业链。我觉得只要干好了，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这次，哎，小荣，我这园子造几年了？这个从您圈地到现在有6、7年。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打地基那会儿，我记得3年前吧。花园几年了？那时间长了。这从您住进来到现在，您不是一直在弄吗？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是啊。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真正把它弄好了，还是很难的。就这个季节，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你这得先挑土、施肥、翻晒，这就要养好几年。等把这个土壤啊调整到最佳状态，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干什么事情，这都不能心血来潮啊。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4年前，支户业主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应该挺好的。每次在路上碰到张姐，都提着菜要回家做饭。能每天一起吃饭的夫妻，关系不会太差吧？那，你知道他们有跟其他什么人来往吗？这对夫妻应该没有其他亲戚，具体和谁来往我也不知道。
好大的爷们儿。夏凌浩是个老烟鬼了。这就是他说的给孩子准备的那间房。现在看来，更像是夏凌浩为打游戏准备的。他一个人在这打游戏。他们分房睡。可能是夏凌浩打游戏打累了，或者下班回来晚了，不想打扰张云琴，就一个人在这休息了。现在看来，一切都和夏凌浩说的差不多。夏凌浩和张云琴收入不高，想通过骗保捞一笔钱，但一时意外导致了张云琴的死亡。假设你是夏凌浩，你会怎么计划这次骗保？我？我会先跟你约定好，让你假装去煮银耳汤，然后离开厨房，进入客厅，佯装午睡。待银耳汤煮沸溢出，帮火焰扑灭，造成煤气大量泄漏。然后我在附近等着，并且跟你约定好暗号。如果你有些不舒服了，立刻推开窗户；如果没有，马上通知我，几分钟之内我就会上来。通常人们意识到自己中毒的时候，都会去想着开门、开窗自救，但只有少部分人能做到这一点。大部分的人都会产生抽搐、抽筋，甚至口吐白沫。张云琴也是这样，她发现自己煤气中毒，跌跌撞撞的想跑到卧室去求救，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最后晕倒在地，抢救无效死亡。有什么问题吗？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了，上次呕吐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还没，说是成分太复杂，目前还没有鉴定出具体有哪些成分。那我们能不能麻烦鉴定机构的专家进行2次检测？我总觉得里面有什么关键线索。好。有香水味。他们家没有这种香水。我们还没开始呢，你哭什么呀？对不起啊，我一想到案子就想到我老婆。对不起，对不起。夏凌浩，你跟公安机关交代的说，你跟你老婆商量好了，煤气打开的5分钟后。如果他不开窗，你就跑回去救他。是。根据医护人员的证言，他们到达现场时，你老婆已经牙关紧咬，全身抽搐，面唇呈樱红色，这已经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与一氧化碳接触的时间已经有10分钟了。那迟到的5分钟，你去了哪里啊？我往楼上赶呢，我着急往家里跑啊，那时候。我们去你家调查过了，楼层不高，以你的体力跑上去大概也就1分钟吧。是的，我跑太慢，跑太慢了。我要是跑快点，我媳妇就不可能死了。我会呀！我为什么不跑快一点？
我心不会这样？这个夏林浩装得哭哭啼啼、悲痛欲绝的样子，跟案子有关的一句真话都不说，看他就是在演戏。他看起来确实有问题。这种虚伪的人啊，我看他一次就想把他虚伪的面具给他撕下来，气死我！咱们沉住气，判定案件还是要讲究实在的证据，靠情绪和怀疑没法判定别人的罪名。知道了，走吧。就是这个快递。什么东西啊？都是些生活用品。王婷婷。王婷婷是谁啊？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空号。先把底单拍下来吧。2杯美式。好的，支付宝可以吗？可以。请在一旁稍等一下，谢谢。谢谢。你好。1份沙拉，1份华夫饼，1杯美式。好的，付款码请出示一下。好，沙拉先做，请您在一旁先稍等一下，谢谢。江大检察官，我来给天宇打包点吃的，他最近可辛苦了，我都有点心疼了。连手下的人吃饭都要管，真的是好领导。啊，对了。我听说九泰集团丢了那块地之后，公司情况可不大好呀。哎，江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家帮帮家里人忙啊？家里公司的事情自有人打理，用不着我操心。现在还有人管吗？出了这种泄露标底的事情，我估计公司应该人人自危，互相都不信任。东西到底是不是江家人泄露的？还不一定呢，是不是有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偷看了标书，还嫁祸给别人？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吧？这种事情问我干嘛？我到哪里知道去？我只是想提醒你，纸包不住火，做错了事情，早晚都会受到惩罚的。那我也想提醒你一句啊。不要听外面那些人胡说八道，我就觉得这事儿不会是天宇干的。女士，你的外卖好了。你的外卖好了。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呢，多亏了你。帮我解开了一个误会。给咖啡，谢谢。我好像误会他了。谁？任天宇啊。好消息，警方联系到了快递方，查到了这个王婷婷的寄件点。但这个快递员表示，当时自己在分拣快递，并没有记清楚这个王婷婷的样子，只记得她戴着口罩，
自己让他填写完订单后啊，就没再管他了。可是那个王婷婷留的是个假号码，我们就找不到她了。现在我们以快递员所送的那一片区域为基准点，开始搜索这个王女士。但张警官也说了，那一片啊都是小区群，像我们这样子没头苍蝇的找一个发快递的，无异于大海捞针。从另一个方面说啊，这个王婷婷很有可能是从另一个片区故意到这里寄快递，企图隐藏身份。实在不行，那就得问问夏林浩到底认不认识这个王婷婷了。那个夏林浩装模作样的，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就算问了，大概率他也会说不认识什么王婷婷。现在线索全都断了。上次啊，你们在夏林浩家发现的呕吐物也没有检查出什么。虽然做了2次检测，但我估计啊，这结果不会太明朗。喂，陈法医。有新的发现？好，我现在就打开查收。我发到群里了。尸斑呈樱桃红色，肺脏巨噬，细胞浸润。食物残渣里有花生残留，气管可见水泡样分泌物。对，通过病理解剖和尸体解剖，可以判断出死者对花生过敏，同时呕吐物里查出了花生成分。过敏？死者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对花生过敏啊。夏林浩，没想到你人虽然进来了，还有人继续关心你呢。你什么意思啊？狱警已经把这个交给你了吧？寄件人是谁呀？王婷婷跟你什么关系？我不认识她，我收到东西的时候我都懵了，这可能是她记错了吧？你别装傻充愣，记错了能寄到看守所？我倒是挺好奇，你妻子都过世了，谁这么关心你啊？如果我老婆在，她一定不舍得我一个人在这里受苦。行了，别嚎了。夏林浩，公安机关勘验现场时，在你家地板上发现了一滩呕吐物，这是怎么回事啊？呕吐物？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检验过了，呕吐物里面的成分很复杂，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委托了鉴定机构，也没有鉴定出来里面是什么成分。不过审查期间，我们又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了2次检测。经检测，呕吐物里面含有花生的成分。法医根据氧化的程度判断，是死亡前3小时服用的。你应该知道你老婆对花生过敏吧？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和她结婚那么多年，我没有见过她对什么过敏。那再说了，你们怎么知道这滩呕吐物是我老婆的呢？根据你老婆的验尸报告显示，她胃部的残留物里面还有花生的成分，这是她没吐干净的。公安机关之所以没有拿这件事情单独问你，一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这些残留物产生怀疑，2是因为你老婆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这明显的死亡原因很容易让他们忽略了你老婆在死亡之前已经出现了其他不适的状况。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老婆一定是想让自己再痛苦一点，就偷偷把花生吃了。怎么那么傻，老婆？怎么那么傻？说好就咽下去，你干嘛那么傻？你刚刚说你老婆为了更难受，所以吃了花生，那说明你之前说你不知道你老婆对花生过敏，是说谎对吧？我没说谎。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反正我老婆死了，我真的也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你们饶命我吧！你笑什么？我笑你每次审完夏林浩就气得不行。你也看到了，他每次都是那样，一哭二闹三装傻。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他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等张警官找到那个卖花生的人一指证，到时候不需要他的证词，我一样能让法官治他的罪。喂，张警官。好，知道了，谢谢啊。他怎么说？他说他们又派人去夏林浩家附近的片区转了一圈，卖花生的摊贩很多，但都没见过他。一个也没见过啊？没有。你说这花生夏林浩也不能自己种出来吧？你干嘛去？我自己去找那个卖花生的人。你好，你们这里卖花生吗？有。哎，这有新鲜的，要多少？那您见过这个人吗？不买花生啊？没见过。我们再分头打听一下吧。好。我把附近菜场的老板都问遍了，没有一个人见过夏林浩的。哎，你说，这花生难道还真是他自己种出来的？要不咱们先回去，明天我去调监控看看。也只能这样了。走吧。哎，老奶奶，我来帮您吧。哎，那谢谢你们了。要是明天再找不到那花生怎么办？啊，你们要买花生吗？我这儿就卖花生啊。不过今天卖完了，你们要是买的话，过2天就有了。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有印象。哦，对，他在我这儿买过花生，他挺大方的呢。他跟我这儿买了挺多花生的。当时我说要找他钱，结果他走得好快啊，说不用找了。怎么，你们要找他啊？谢谢。法医在死者的呕吐物还有胃部残留物里面发现了花生的成分，但是死者生前对花生过敏，绝对不可能故意食用花生。为了查明花生的来源，我跟严律又跑了一趟小区，碰到了一个老太太，她可以证明花生是夏林浩从她那里买的。于处引处，有什么不妥吗？案子诉了吗？诉了，应该就快开庭了。这么快？这么说吧，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夏林浩说的话，明显他就是想杀了他老婆骗保，现在又骗我们司法机关说什么意外，怎么可能啊？不过诉了就好。你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儿，你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把它证明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死者对花生过敏，死前吃过花生，夏林浩案发前又买过花生，这中间联系不就证明了吗？夏林浩买过花生，就能证明死者吃过花生吗？他小区的4个门口都是有监控的，根据监控显示的情形来判断，案发当天死者是没有出去过的，他的小区里面也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所以他大概率是在家里吃饭，他也不会故意的去吃花生，家中又没有别人，所以夏林浩让他吃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夏林浩一口咬定是死者误食了花生，你怎么应对？这个，那个老太太的证言交给法院了吗？是的，这个是重要证据，我还要申请她出庭。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是又说不出来。我建议你慎重对待这个。
任天宇那边开庭了吧？开庭了。有胜算吗？他是金牌律师，我相信他有办法。可夏林浩不是个省油的灯，为了自保，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我相信天宇的能力。任天宇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明明看出夏林浩在撒谎，而且还这么冷静，看来在他心里已经预估过风险了。我把案子给他之后，他就在心里推演了无数种可能性。你还真的以为他依然信任你吗？他信不信我是他的事儿，我信不信他是我的事儿。糊涂！我警告过你，对他不要动真的。你给我把心收回来，你们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我们商量好的，钱到手之后，一人一半。他拿到钱怎么用，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想存起来，毕竟这钱是他拼了命换来的，我想为将来做打算。被告人，按你所说，如果你妻子受伤的话，你可以拿到多少赔偿金？130万。如果你妻子死亡的话，赔偿金的数额有变化吗？不会，还是130万。那你有申请理赔吗？有。什么时间？在我老婆死后的第2天。保险公司答应赔偿了吗？没有。我递给保险公司的资料都是齐全的，但是他们说审核还需要一段时间，让我回家等。我就回家了，但是没到半小时，警察就来了。从你妻子死亡到你申请保险理赔金，这1天之内你都做了什么？反对。该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我的问题是有连续性思路的，请对方律师不要故意打断。反对无效，被告人请回答。我很难过，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吃不下睡不着，我一躺下就做噩梦，我梦见老婆，我不想再回忆了。被告人，证据显示你妻子是当场死亡的。第2天天一亮，你就把你妻子的遗体从医院接了出来。若不是警方及时赶到，你就托人插队把你妻子的遗体火化掉了。这就是你所谓的噩梦吗？哪怕你妻子已经死亡，你就这么着急销毁她存在过的痕迹，一点都不留恋吗？我没想到她会死。你就没想过你……审判长，我的当事人有话要说。被告人，你要说什么？
中在24号到26号的3天，其中25号那天间歇了1天，也就是案发当天。证人，除了这些，你还记得被告人当天对你说了什么，或者是你看到他做了什么吗？哦，对了，他急急忙忙买花生的时候说了一句：“他中午要给老婆做饭。”你确定是亲耳听到他说的吗？那当然是亲耳听他说的了。确定吗？确定。我老了，但是耳朵不聋。他就是这么说的。审判长，公诉人对证人张佩兰的询问暂时到此。沙凌浩，对张佩兰的证言，你有什么要说的？是他教我说的。是你教我说的，审判长，我坦白，刚才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他教我说的。他让我说我忘带门禁卡，然后按了邻居的门铃，从而导致时间的耽搁。他让我说我着急火化是因为不想警察解剖我老婆的尸体，不想我的亲人被开膛破肚，都是他逼我的，都是他逼我的。肃静。什么？等我回去再处理。夏凌浩点名让任天宇当律师是你的主意吧？夏凌浩犯的罪，也许只有任天宇这样的人才能帮到他，不对吗？夏凌浩一口咬定是任天宇教他撒谎的，您到底给他什么好处啊？他死就死了，干嘛要拉一个垫背的？我帮他推荐最好的律师，给他出律师费，打赢了算他的，打不赢就一口咬定是任天宇教的，然后您再给他出钱请更好的律师打无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还承诺给他一笔封口费，这笔封口费足够他老母亲养老的。这样他里外里都不亏呀。但是夏凌浩不会知道，您根本不会给他打无罪。夏凌浩，他死不足惜。任天宇，刚刚夏凌浩在庭上说的，是真的吗？我知道你又要说我不配做律师，以后离我远一点。对不起，路标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是我错怪你了，是朱瑾告诉我的。可是你为什么当时都不反驳我？哪怕给我一句解释也好啊。新人不在了，解释有用吗？但是如果今天你说不是，我就相信你。律师协会的通知，要立案调查，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必须停止手上的一切案子。
你的信息都挂到网上了。我无所谓。无所谓？你怎么什么都无所谓啊？你的律师执照都快没了，你还无所谓？你就甘心做一个像我这样连官司都打不了的律师吗？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有人在针对我，是谁你也知道，你都没有能力解决，我着急有用吗？那你也不能……好了，正好最近挺累的，借这个机会歇歇不也挺好的吗？人渣倒霉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任天宇走到今天，都是他自己做的，做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真是活该。还好当初你们分手了。你不觉得这些人忽然同时翻供很奇怪吗？你心疼他了？不是，案子归案子。你还记得之前叶泽被网暴的那件事吗？这事我能忘记吗？当时是有人想搞叶泽，找人在背后运作的。叶泽是公众人物，难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任天宇他只是个律师，哪来的那么大影响力？连头条新闻都上了。我有点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过，如果所有人的矛头突然都指向一个人，那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引导舆论。我觉得这个时候吧，你不至于还这么护着他。你的意思是，他是无辜的？其实今天庭审之后，我问过他，但是他没有回答。可我看他的眼神，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贾文静，你还跟他说话了？你不会……不是。其实祝锦之前找我解释过，他给我听了林薇薇跟任天宇的录音，漏标的事情都是林薇薇搞的鬼，跟任天宇没有关系。那你还不赶紧去告他？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就是林薇薇，怎么告啊？那倒也是。之前我说任天宇是黑心律师，他没有解释。但是日子渐渐久了，我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现在这么多人一起说任天宇是黑心律师，他还是没有解释。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隐情。既然我不能让夏凌浩逍遥法外，也绝对不会让任天宇蒙受不白之冤。静儿，我觉得你变成熟了。这还用你说啊？这是什么意思？暂缓年审而已，我还没让他的律师执照吊销呢，急什么？您到底为什么这么针对任天宇啊？吊销执照，您知道对于一个律师来讲意味着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倒是你最近3番5次的为了任天宇闹脾气，我想劝你想清楚了再跟我说话。我只是不愿看到有任何人再像我一样被吊销律师执照，被行业封杀。区一个律师执照，你要跟我提多少年？你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以后，我不是照样给你投资开律所，什么都没耽误你吗？区一个律师执照，在您眼里什么都这么不重要，什么都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妈走了之后，您根本就不回家，每个月就知道给我打钱。我那么努力的学习，就是想足够优秀，好让您能在意我一点。
好不容易得到的律师执照，就因为你一句话，我就替您去打假案子，把律师执照搞丢了。对呀，您特别轻松的就帮我开了一个律所，可是您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吗？您只在乎我是否能帮您达到目的，根本不在乎我为了您的目的付出什么代价。一个刚入行的律师，就打假案，被吊销了律师执照，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梦想，瞬间都化为泡影。我现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些事情您到底关心过吗，爸爸？薇薇，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您到底为什么这么容不下任天宇啊？当年在我们的一个项目中，有一个叫杨东华的审计，他们夫妻二人在车祸中死了。这跟任天宇有什么关系啊？那对夫妻就是任天宇的亲生父母。这件事情，当年警察已经查清楚了，是因为卡车司机酒后驾驶导致了意外事故。可任天宇就是不相信，一口咬定是我干的，所以他就处心积虑地接触你舅舅，接触我，目的就是想搞垮我们，为他父母报仇。那您跟舅舅去跟他解释清楚啊！您这样一直针对他，你们之间的误会会越来越深的。可是他不信呐，他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呀，他只相信他脑子里的臆想。克服他的，只要他放弃朝我们报仇的想法，我立刻就撤销那些舆论。等他冷静了，我再去找他解释当年发生的事情，总行吧？您真的会放过他吗？哎呀，放心吧，爸不会骗你的。不是请过假了吗？怎么还追到家里来了呢？我是来劝。夏林浩那边，你之前怀疑他有一个情人是对的。潘晓黎去电信公司查过夏林浩名下所有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电话号码中有一个联系人，平均每天跟夏林浩联系7、8次。
你觉得什么关系的人能有这么高的通话频率？未成年人的话是妈妈，成年了就是恋人了。这算是个突破口。如果夏林浩真的有情人的话，那他谋杀的动机就更充分了。这个案子虽然在法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你不要气馁，就当是一次历练了。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即使现在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也会遇到。你要有充分的心理承受能力。之后的问题交给我来处理，你可以放心。经过这个案子，我总结了一些经验，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以后我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庭上就可以一举揭发犯罪行为。答案啊，通常都在细节里。这次取证是你跟严律去的，你好好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只要是客观存在过的，就一定会找到蛛丝马迹。遗漏的细节。婚外情，情人可疑的电话。你说这个给夏林浩一天打7次电话的人，会不会就是那个寄送包裹的王婷婷？有可能，但是夏林浩不承认认识王婷婷，而且王婷婷这个名字的真假都还不一定呢。就算是真名，叫王婷婷的人也太多了，像大海捞针。我们再复盘一下这个案件的过程。好。夏林浩跟自己的妻子商量好，骗取130万的保险金，采用了煤气中毒的方法。如果煤气打开后的5分钟内，妻子没有开窗，他就立刻跑回去救她。实际上，他用了不止10分钟上楼，导致妻子不治身亡。之后便着急的要将自己妻子的尸体火化，申请保险理赔，结果被警方扣下。经过法医鉴定，妻子的确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同时也在她的呕吐物、胃内容物中都发现了花生的成分，而且还检测出她对花生过敏。夏林浩的老婆离奇死亡，很明显这里面有蹊跷。而且卖花生的老太太也说了，夏林浩的确在她那里买过花生。推断，夏林浩先是在饭菜里边放入了花生，让自己的妻子在未察觉的情况下吃下花生，然后按照他们事先商量好的，打开煤气煲银耳汤，假装忘记，造成煤气泄漏。为了确保自己的妻子死亡万无一失，夏林浩在楼下故意拖延时间，刻意造成自己的妻子花生过敏，让妻子在毫无反抗能力中倒地。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那花生是夏林浩给他妻子吃的，还是他妻子自己主动吃的。妻子已经同意跟丈夫冒险骗保，而且是拿自己的生命健康作为代价。如果再主动的吃下能让自己过敏致死的花生，那她一定是疯了。有2种可能：一是他妻子自己想死；2是夏林浩谋杀。如果是妻子不想活了，夏林浩一定会以此来脱罪，可他一句都没有提过，一直在强调他们的感情非常好，甚至情绪有些夸张了。我记得夏林浩的家里墙上还挂着婚纱照，厨房、冰箱里都收拾得一尘不染的，证明他妻子很爱这个家，很爱她丈夫。卧室里面还有一幅没有绣完的十字绣。一个对生活充满期望的女人，怎么会选择自杀呢？可疑的电话和可疑的包裹，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夏林浩有婚外情的可能。就算有婚外情，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呢？况且是一个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跟他骗保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妻子死了，夏林浩就能拿到全部的钱，拿着钱跟情人过日子呀。难道他妻子想不到这种可能性吗？万一失控了，他死了怎么办？那应该就是非常的信任和非常的爱吧。非常的爱。非常态的爱。
哎，你还记不记得夏林浩的家里有一间小卧室？你说那小房间？嗯，夏林浩跟我说，那个房间是给他未来孩子准备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夏林浩打游戏的房间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而且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你说，如果两个非常相爱的人，怎么可能分房睡呢？所以我怀疑，在他们骗保之前，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但如果出现了裂痕，还答应冒险骗保，这什么心态？挽留？我那天听张浩伦说了，女方家属曾经去公安局大闹了一场，说他们哭着闹着说他们的女儿就是被夏林浩害死的。能立刻联系到家属吗？好，阿姨，谢谢你啊，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的。嗯。根据死者的母亲回忆，半年前女儿曾经跟她哭诉抱怨，说都怪自己的身体不好，得了卵巢囊肿，难以受孕，再加上过敏体质，常年吃激素类药物，很难给夏林浩生孩子。还说夏林浩是家里的独子，想传宗接代。后来又跟母亲说过，夏林浩对她的感情变得非常冷淡，非常痛苦。这样说来，夏林浩背叛婚姻的可能性更大了。一个妻子如果非常爱她的丈夫，但是却不能给他生孩子，一定会感觉到非常愧疚，然后她会把这些错都归咎于自己的身上，她就会想各种办法去弥补、去挽留，所以就非常可能会答应夏林浩的这个请求。而且我相信，夏林浩一定还会花言巧语地骗她，说如果我们有了钱，就可以去做试管婴儿，可以领养。这样的话，他妻子一定会非常同意的。嗯，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夏林浩一直在撒谎，他在表演他对妻子的感情。现在他妻子已经死了，这个疑问必须靠夏林浩证实。或者是夏林浩的情人，再或者见证过他们两个感情的人。见证过他们两人关系，卖给夏林浩保险的保险员会不会见过他们两个？虽然警方已经对卖保险的工作人员调查过了，说没什么问题，但我们没有亲自去问过。好，那我们去一趟保险公司。从那个查不到寄件人信息的快递，包括电话记录，都显示夏林浩很可能存在一个秘密情人。姜文静已经着手去调查了。一旦证实这个人存在，那么夏林浩的杀人动机就很可能成立了。姜文静怎么样？让他忙起来吧，要不然更容易胡思乱想。哎，对了，那个可儿她跟我说，让我提醒你，说明天上午10点。我说这么大的事儿，你干嘛不会忘呢？嗯，不会忘的。是啊，哎，这孩子他就紧张这些事儿。那你呢？我没，我没事，走吧。你好，我们是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我们就是来确认一下关于夏林浩夫妇来买保险的事儿，你有想起什么别的吗？这事儿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你们怎么又来了？要了解情况，你们跟警察说去啊。我们就当问你几分钟时间，配合一下吧。行，你问吧。那你就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他们两个来买保险那天有什么细节，例如情绪，或者是有什么异常的。就是那天他们俩是一起来的，情绪挺好的，看起来就是一对小夫妻，挺恩爱的。你怎么看出来他们恩爱呢？嗨，做我们这行的，别的不行，看人最准了。
那个女的像张云晴。啊，对对对，从进来到出去，她一直挽着她老公的手，眼睛都没有离开过，这样还不恩爱吗？那签这份合同之前，你有没有提醒她，这份保险的受益人只有夏林浩一个人？我说过了呀，但她跟她老公是一家人，受益人填夏林浩也说得过去。还有其他什么吗？真的没什么了。你怎么还在这聊着呢？快把这些单子处理一下。两位检察官，你看我们这工作也挺忙的。行，那你先去忙，想起什么别的，及时跟你们联系。这不是王婷婷的案子吗？她怎么还没来上班？她请假你忘了？可1个多星期了，还不回来？来，3位看镜头，看这儿好。慢慢往中间靠一点。拉了购物单，顺着信用卡的信息找到了夏林浩的情人王婷婷的住址，之前的快递应该就是他寄的，号码只差了1个数字，应该是故意不想让我们找到他。现在我们不只有证据，而且证据确凿。昨天他订了飞往泰国的机票，我觉得有潜逃的嫌疑。夏林浩这个案子也不是1天2天了，他怎么才想着逃跑啊？我估计他一开始没想着我们会查到他，毕竟夏林浩自己也没供出他，所以他有点侥幸的心理。潜逃还是要面临很多的麻烦，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想嘛。那他现在不用侥幸了，他肯定跑不了。走，我们找尹出去。进来。尹处，我们查到了夏林浩情人的信息，这个人叫王婷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王婷婷现在任职的保险公司就是夏林浩理赔的保险公司。而且这个王婷婷还订了去泰国的机票。好，我马上跟张浩伦联系，让他们尽快行动。王小姐这么着急，这是要去哪儿？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上车。我没办法，我没有。
人被公安局带走了。我估计检察院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定他的罪。这种情况，我要是再帮他打官司也是浪费时间。用完了就扔了吧。谁？没事没事，是我。外边没什么动静吧？没事儿，警察来过2次，我都说你没在。吃点东西吧。吃不下。你不能一直这么躲着呀，要躲到什么时候？难道我还躲一辈子吗？我也就是随便说说。不会很久的。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不就是搭条性命吗？你别说的这么吓人。我没吓你。别忘了之前我拜托你的事儿。喂，你猜我在哪儿呢？你在哪儿？你这个爹当的不怎么样啊！我来替你看看博文。我打！你要干什么？你不要碰博文！你敢碰博文一根汗毛，我跟你没完！激动什么？博文是我侄子，我过来看看他很正常啊。王大，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你说啊！别躲了，躲不过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吗？博文这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他怎么样，全在你一念之间。喂，任律师，如果你想劝我收手的话，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看来
我这次又要麻烦你了。我要自首。哎，蒋姐，吴义景向公安机关自首了。他承认前一阵子发生那起车祸命案的被害人雷万是他蓄意谋杀的，他开车故意撞了他，还撞了2次。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你下午去办一下批捕手续，田律协助你。好。吴义景，我们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之前你向公安机关交代的，如有遗漏或者是不实，现在都可以补充或者是更正。我只和任天宇说话，叫任天宇来，我要让他做我的律师。你有权请律师，但也有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的义务。你是自动投案的，投案后的供述情况决定着能不能被认定自首，这会很大程度地影响你的量刑，明白吧？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任天宇正在接受律协的调查，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接受委托。不过，我们可以把你的意愿转达给你的亲属。任天宇。进来说吧。要不要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不用麻烦了，就像电话里说的，我是因为吴义景的事情来的，他指定要你做他的代理律师，所以我想过来问问你，关于吴义景还有雷万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吴义景自首这件事儿，我也很意外。虽然他一直都是我的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嗯。我怀疑他跟我父母的死有关系。他们不是车祸死的吗？是车祸，但我不认为那是意外。而且他们的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吴义景。我一直欠你一个解释。之前一直觉得时机没到。现在是时候了，你跟我来，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怎么会有我家里人的照片？难道我的家人也是你的调查对象？我确实查了你跟你爸爸，那是因为所有跟吴义景有生意往来的人，我全都查了。但是我发誓，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伤害你家里人的事儿。任天宇，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还能相信你吗？你之前问我去欧洲是不是因为吴义景，我的回答没有骗你，我说是。林薇薇说你是为了他。我是为了吴义景才去的欧洲，跟林薇薇没有关系。你怀疑他跟你父母的死有关，为什么你还要帮他？不是帮他，是不能眼看着他逃走。逃走？我之前一直在查吴义景跟我父母的死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无意中发现，有几个案子的幕后主使都是吴义景，魏清明、张有信，他们2个人的案子都跟吴义景有关。梁非凡你还记得吧？罪犯梁非凡
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罪的可能性均较大，建议合议庭裁定不予减刑。那个因为涉黑被我送进监狱的人，连他都是吴义景的小弟。还有张有信，他是吴义景的司机。当年珠宝仓库盗窃案，他也在现场，被警察带走了，判了2年的有期徒刑。吴义景就是担心他把自己供出来，所以才潜逃到了米兰。所以你也就追去了米兰。所以林薇薇说你是为了救她舅舅才去的国外，你也没有办法否认。对不起，这件事儿让你伤心了。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我真相？为什么要让我误会你？文静，这件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每次我想跟你说出实情的时候，脑子里面都会浮现那些人被害的画面。我不想任何人被卷进来，尤其是你。所以，你宁可让我误会你，宁可让我恨你。你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是想把一切都搞清楚了，再全盘告诉你。在去了欧洲的这1年里，我假意帮助吴义景摆脱魏清明的商业陷阱，无意间发现吴义景并不是他们集团的幕后主谋，他也只是一个棋子罢了。1年之后，他回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仇。报仇？没错。当年的珠宝仓库失窃案，表面上看幕后主使是吴义景，但实际上只是魏清明给他设的一个圈套，而张有信就是把吴义景推进局的那个人。所以吴义景知道了之后大发雷霆，他先是把魏清明搞到破产，然后找来胡方全给他放贷。这些放高利贷的人，手段有多恶劣你是知道的。而这个结果，就是吴义景想看到的。吴义景这些人做事十分的极致，一旦事发，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手下把这些事儿都认了。你有没有发现，吴义景这次也是自首的？他也是被迫的。没错。谁能逼迫他呢？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选择逃跑，可是他却自首，自己扛下了所有的事儿。这说明他背后的力量比他更可怕。而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他。王达。此人行事十分小心，我掌握的证据也非常有限。这就是我掌握的所有信息，你们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不会有错的。毕竟检察院出手，会比我这个小小的律师要强很多。那你为什么现在还要帮吴义景辩护呢？雷万死的时候就在我旁边，我们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米，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血溅到了我的脸上，所以我有责任，有义务查出真相。吴义景我不会放过，而他幕后的这个人更不能逍遥法外。不能逍遥法外。那你会不会像那些人一样被？不会的，文静。
证人，你跟被告人夏林浩是什么关系啊？我和他，我和他是情人关系。我知道做这种事很不道德。现在出了这种事，我也很后悔。你在什么单位工作？保险公司。从事什么岗位？外经销售。被告人夏林浩向你买过保险吗？案发前2个月，他向我买了3份保额的大病和意外保险。这份保险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谁？被保险人是他老婆，受益人是他。你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吗？我当时有一瞬间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儿，但是也没有想那么多。一是家人买这种保险的特别多，二是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去害他老婆，我也从来没有给他施加过这方面的压力。为什么在保险公司底单上，这笔业务的销售员不是你？我把这笔业绩给了我的同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那个月我同事业绩没有完成，我就让他去我同事那边了。买完保险之后，被告人夏林浩和你之间有过联系吗？我们之间还是像往常一样联系，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我当时还挺高兴的，我以为他决定跟他老婆离婚了，没想到没过多久就出事儿了。审判长，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做这种事儿，真的。你的意思是夏林浩所做的一切，你都不知情是吗？嗯。我虽然很爱他，我也很想跟他在一起，但是我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当公安人员出现的时候，你是准备去哪儿呢？我准备出国躲几天。如果按你所说的，这一切跟你没有关系，你又在躲什么呢？我和他是这种关系，出了这种事儿，你们一定会怀疑我，我害怕，我掉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说来说去都是我的错，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跟他在一起，我不该介入别人的家庭。杀妻骗保案终于告一段落了。夏林浩最后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然而，打着所谓爱情的名义，曾经和善的丈夫竟然可以为了钱，毫不犹豫地杀害相伴多年的妻子，这多少让人唏嘘。冰冷的婚姻和巨额的保险金成了命案的催化剂，也警醒着无数家庭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即便不再相爱，也不要彼此伤害。任律师，谢谢你愿意接这个案子。雷万是你杀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为什么要帮你？说白了，当年的事儿，你也有份。难道你不想扳倒王达吗？他才是当年那个事件的真正元凶。如果你还想替你的父母报仇的话，就应该知道，只有我才能帮你做到。看来这是笔交易啊，至少是一笔你不亏本的交易。那我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尽量帮我拖延时间。你犯的是故意杀人罪，还自首了，我怎么帮？办法你自己想。我的要求就是，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在我确认我儿子安全以后，
你想怎么对付王达，我都会帮你。你担心你儿子，可以报警。报警？我不会做任何冒险的事情，哪怕对我儿子的安全有一丁点威胁的事情，我都不会让它发生。所以，任律师，希望你也不要自作聪明。还有什么事儿？状告薇薇，让她帮我照顾博文。不管我怎么样，博文只是个孩子，他不该为我承受这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需求，每个公司也有每个公司的需求。只要我们把这些把握住了，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考虑过回国吗？当我的合作伙伴吧。你真回国了？没想到吧？我就是这样，说到做到。林小姐，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partner。天宇，你是说舅舅担心爸爸会伤害博文？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再管吴一静的事儿了。 理由？我承受不住了。夹在你们中间，我做什么都不对，我到底算什么？一边是您，一边是我的亲舅舅。现在我很可能会变成亲手把我的舅舅送上刑场的人，我做不到。您在意过我的感受吗？薇薇，是。 这件事情真的难为你了。吴一健是你的亲舅舅，他也是我的小舅子。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拿他当兄弟。他出事了，我能不难受吗？他不出事，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可他现在自首了。 这就是变数啊，得除掉啊！吴一健知道那么多的事儿，不时时的敲打敲打，我还真怕他兜不住话啊。